他含冤入狱15年，却因此一夜暴富，成了全欧洲最富有的人。而改写他整个人生的，竟是狱中偶然遇见的一位越狱老人。可谁也没想到，这位看似落魄的老人，真实身份竟是罗马教廷的神父。不但有渊博的知识，还将数学、天文、化学以及豪门贵族的礼仪，全都传授给了埃德蒙，为他重新点燃了活下去的希望。甚至在濒临死亡之际，把红衣主教斯帕达在基督山岛藏匿大量宝藏的秘密，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埃德蒙。Find it, Edmund. I bequeath it all to you. 而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也将化作基督山伯爵复仇计划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自从他在唐格拉尔的银行存下1000万法郎，又带人参观他的豪宅后，埃德蒙的身价便在巴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此，他精心安排了一场晚宴，而受邀的客人正是当年陷害他锒铛入狱的3位仇人，一个是夺走他未婚妻的费南德伯爵，一个是写污蔑信的银行家唐格拉尔，还有一个是将他送入伊夫堡监狱的检察官维尔福。但在宴会之前，埃德蒙隆重介绍了一位特别来宾，来自罗马的斯帕达伯爵。一听到这个名字，唯利是图的唐格拉尔瞬间来了兴趣，只因全欧洲都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富如斯帕达。据说他的财富富可敌国。唐格拉尔迫不及待地询问他是否与那位已故的斯帕达主教有亲戚关系。 He was my great uncle. Legend has it he was a very wealthy man. 听到这个回答，唐格拉尔两眼冒出绿光，仿佛已经从他身上嗅到了巨大商机。见鱼儿已经上钩，埃德蒙立刻使了一个眼色，斯帕达便滔滔不绝地提起他在数月前整理叔公遗物时发现了一张羊皮纸，还很意外地从里面得到了一份关于宝藏的地图，接着又将他找到宝藏的事情说了出来。而这个故事正是埃德蒙所经历的那段往事。 Of course, what I'm telling you is not public knowledge. And God forbid it ever become such. I will have beggars knocking on my door day and night. You have this treasure in your possession. Not here, of course, but in the vault of my bankers, Thompson and French, in Rome. 唐格拉尔闻言，满脑子的念头就是如何攀上这位顶级富豪。可他不知道的是，这都是埃德蒙为他精心设计的圈套。因为斯帕达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来自罗马的劫匪头目万帕。见唐格拉尔不停地追问细节，埃德蒙很清楚他的意图，于是立刻打断他，声称在饭桌上一直谈钱，实在不合适。这让唐格拉尔变得更加心痒难耐。于是他抓住机会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What brings you to Paris? I'm here to find a wife. 这个回答让唐格拉尔夫妇眼前一亮，只因他们有个待嫁的女儿。虽然女儿与费南德的儿子亚伯特已有婚约，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就算要反目成仇，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撕毁承诺。果不其然，第二天一早，唯利是图的唐格拉尔便主动找上基督山伯爵，甚至主动提出将对方的存款利率提高1%，以此讨好基督山伯爵，从而通过他抱上斯帕达这根大腿。埃德蒙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小心思，于是故意岔开话题，和他评论起了葡萄酒。可唐格拉尔根本按压不住内心的贪欲，竟当面算起了斯帕达所得到的宝藏总额。根据当时利率，总价值超过6亿5千万法郎。埃德蒙立刻做出惊叹的表情，配合着他的表演。但宝藏到底值多少，只有埃德蒙清楚。6.5亿法郎也只不过是他宝藏里面的冰山一角。紧接着，唐格拉尔又扯到斯帕达身上，询问起对方的喜好。得知这位罗马贵族喜爱歌剧时，他不禁暗自窃喜，只因他的女儿尤吉尼亚从小就接受音乐培训，这无疑是老天都在帮他。一个用女儿来攀附大腿的想法瞬间涌入脑海，于是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自己女儿对费南德的儿子根本就不感兴趣，显然是在释放某种信号。为了促成这桩联姻，唐格拉尔精心策划了一场偶遇，当天下午就带着女儿来到斯帕达经常光顾的咖啡馆，并热情地将女儿介绍给对方。随后移步到演奏区，毫不客气地赶走了钢琴演奏师，接着又将女儿的老师摁在座位上，强行让女儿当众表演一番。 Those two young ladies, they see a piano and they are drawn to it like a magnet. Join us, please. 而斯帕达也相当配合，立刻陶醉在这美妙的歌声当中。唐格拉尔见状，顺势提出自己投资的铁路项目，不料却被斯帕达打断。Baron, you are disturbing my listening. 见此情形，唐格拉尔只能硬生生地把话憋进肚子里。第二天，埃德蒙和斯帕达应邀来到唐格拉尔家中，了解他口中提到的铁路投资项目。不得不说，会计出身的唐格拉尔的确有过人之处，无论是前景规划还是收益回报，全都算得清清楚楚，让两人没有拒绝的理由。可就在这时，屋内突然传来美妙的歌声，斯帕达瞬间被吸引，他当即请求拜访唐格拉尔的女儿尤吉尼亚，把谈项目的决定权全权交给了埃德蒙。这正合唐格拉尔的心意，他立刻把斯帕达领到女儿的房间门口，并大方地表示可以直接推门进去，接着转身离开。显然，搞定斯帕达是他的头等大事。可当斯帕达推开房门，却撞见了极其尴尬的一幕。 No. Do not stop on my account, please.
斯帕达很贴心地关上房门，接着便若无其事地继续欣赏他们的精彩表演。原来尤吉尼亚和他的音乐老师才是真心的一对，而埃德蒙和唐格拉尔经过一番商量，也达成了协议。等斯帕达与尤吉尼亚订婚的那天，基督山伯爵与斯帕达会各拿出500万作为项目的投资。然而就在这时，亚伯特却突然找上门，准备跟尤吉尼亚约会。可唐格拉尔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竟找了一堆借口，阻止他再与自己女儿交往。I don't understand. Have I offended anyone in any way? Eugenia doesn't want to be disturbed today. 见唐格拉尔彻底掉入陷阱，埃德蒙当即决定再给这场大戏拱一把火。于是，在第二天，他故意假装偶遇费南德，在闲聊期间，埃德蒙故作不经意地聊起两家的婚事，并透露出唐格拉尔似乎有了悔婚的想法。听到这个消息，费南德顿时火冒三丈，怒气冲冲地找到唐格拉尔，要定下2个小孩的婚事。Why such haste? Why wait is more the question. Marriage has long been decided. Well, that was then, but this is now. What are you saying, Danglars? I don't follow you. 此时的唐格拉尔也不再伪装，毕竟只要拿下铁路投资这个项目，他就能在巴黎再往上爬一步。于公于私，他都想攀附上斯帕达这根大腿。见他执意要悔婚，费南德与他彻底撕破脸面，更是放话威胁，两人之间藏着这么多秘密，如果他一意孤行，那以后也别想有什么好日子过。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唐格拉尔也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毕竟对方也不是好惹的主。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连忙找到基督山伯爵商量。好心肠的埃德蒙故作绞尽脑汁地提起一段丑闻：多年前，法国在阿尔及尔有个坚定的盟友阿里帕夏，却惨遭贴身侍卫叛变，最终被残忍杀害。而这个侍卫的名字似乎与费南德重名。 That was years ago, but yes, I do recall some talk about it at the time. Ali Pasha was very favourably looked upon by the French nobility. Yeah, he was a staunch ally of ours. Indeed. Perhaps you should look into it. 埃德蒙点到为止，唐格拉尔瞬间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就在埃德蒙挑拨唐格拉尔与费南德的联姻计划时，针对维尔福的复仇计划却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原来在聚会那晚，维尔福的妻子曾偷偷来到埃德蒙的化学实验室，并拿走了那瓶无色无味的毒药，这让埃德蒙心头一紧，只希望他不会用到无辜的人身上。可事实往往相反，因为洛伊斯是维尔福的第2任妻子，她时时惦记着丈夫前丈母娘的巨额财产。可自从维尔福的前妻去世后，财产的继承人便落到了维尔福与前妻的女儿小娜身上。为了从她手里夺得财产，洛伊斯准备向祖孙俩下毒手。这天晚上，小娜像往常一样准备送茶水到外婆房间，可就在这时，洛伊斯突然叫住了她，声称小娜的爷爷正有事找她。毫无戒心的小娜直接把茶水放在桌子上，然后去了爷爷住处。见四下无人，洛伊斯立刻打开茶壶，往里面滴了几滴毒药，而对此毫不知情的小娜就这样把茶壶端给了外婆。祖孙俩的感情一直很好，临睡前两人还给彼此道了一声晚安。可在第2天清晨，外婆就这样惨死在了床上。医生检查后直言她死去的时候非常痛苦，随后留意到她手中的茶杯，再闻了闻茶壶，他让小娜赶紧找一些白糖进来。 What is it, Doctor? Who prepared this tea? Valentine. Who delivered it to the Marchioness? Valentine did. I offered to, but she insisted on doing it herself. 听到妻子的话，维尔福不禁将目光锁向了自己的女儿。果不其然，当白糖倒入茶壶后，茶水瞬间冒起了大量白沫。医生断言，侯爵夫人是中了马钱子碱的毒。小娜听后顿时愣住，因为她很清楚，这毒肯定不是自己下的。而自诩正义的维尔福却喊来了警察，直接将小娜当作首要嫌疑人送进了监狱。而他并未注意到小娜在被带走时，洛伊斯不自觉地露出了邪笑。虽然这起事件不是埃德蒙亲手操作，但与他也有间接关系。在另一边，卡德鲁斯经过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那个被维尔福遗弃的私生子。本来有个大好前程，如今却沦为人人喊打的街边小偷。埃德蒙原计划是让他以盗窃罪被送上法庭，从而在审判时揭穿维尔福的肮脏嘴脸。可万万没想到，进展途中还是出现了意外。卡德鲁斯按照要求将小伙带回公寓，并故意炫耀自己发的钱包，只要等他动手，就能将他送到警察局。刚开始的计划也如想象中进行，趁卡德鲁斯熟睡之际，本性难移的小伙偷走了他的所有钱财。可他刚刚走出公寓，就被前来盯梢的胖警官给拦住。对方正是维尔福收买的黑警，一直秘密监视卡德鲁斯，从而挖出基督山伯爵的秘密。对方一眼就认出了这小伙子是街边惯偷，连忙质问卡德鲁斯有什么计划。 What are you doing with Caderousse? Why are you dressed like this, huh? Explain yourself, boy. I'm going home. You don't have a home. 随后，
又在他口袋里搜出了大量现金。眼看被当场逮住，小伙瞬间慌了神，情急之下竟掏出匕首刺向了胖警官。很不巧的是，这一幕刚好被楼上的一名老妇看得一清二楚，小伙撒腿就跑。第二天一早，埃德蒙就收到了小伙因谋杀被捕的消息，那也就意味着卡德鲁斯已经暴露，意识到不对劲。埃德蒙让雅各波赶紧带卡德鲁斯撤离。果不其然，他们前脚刚走，维尔福就带着警察来到这所公寓。可惜的是，里面早已人去楼空。 You sure this is his apartment? It was. 此时，维尔福丝毫没注意到，眼下这个小伙竟是自己的亲骨肉，也是扳倒自己的关键人物。而此时的卡德鲁斯正与埃德蒙进行最后的告别。为了保障他的安全，埃德蒙准备将他送到美国安享晚年，甚至还给了他一袋钻石作为最后的道谢。这把卡德鲁斯感动得热泪盈眶。 Have I redeemed myself? You've helped restore my faith in mankind. Not many have managed that. Write to me. I hope when this is all over, you find peace, Edmund. As do I. 走了这位重要的妻子，埃德蒙的复仇计划也来到了收尾阶段。另一边，唐格拉尔在得到埃德蒙的暗示后，便通过自己的人脉挖出了费南德当年背叛阿里帕夏并将其杀害的密文。而心狠手辣的唐格拉尔没有丝毫念及当初两人的友情，直接把这个密文送到了报社。通过加班加点的发酵，一夜之间，费南德是叛国者的新闻便传遍了大街小巷。亚伯特怒气冲冲地找到主编，自认为父亲是被冤枉，让他澄清谣言。可一天过去，非但没有得来消息，还被证实这件事情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证据。此时他仍然不愿相信，得知这段密文是从唐格拉尔手中传来，他怒气冲冲地找上门，质问他为何要污蔑自己父亲。可阴险狡诈的唐格拉尔却声称自己也是被逼的。 By who? By your friend and my client,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亚伯特怎么也没想到，陷害自己父亲的竟然会是基督山伯爵。由于这件事情影响巨大，甚至惊动了国王，很快参议院便对此事召开审判。开庭当天，埃德蒙早早来到现场旁听，幕僚拿出报纸质问费南德上面情况是否属实。面对他的指控，费南德却一口否定，声称这一切都是有人在蓄意栽赃。至于他为何突然变得富有，费南德义正言辞地表示，这都是他与银行家唐格拉尔通过炒股票赚来的财富。显然他笃定唐格拉尔不敢反驳，毕竟自己手里也有对方的把柄。由于没有实际性的证据，他甚至要求报社公开向他道歉。可就在这时，一位披着头纱的人证给了他致命一击，她正是阿里帕夏的女儿海蒂，也是被费南德亲手贱卖的少女。看着对方那张丑恶嘴脸，海蒂悲痛地讲述了父亲当年被出卖惨死，以及自己被当作奴隶贱卖的悲惨遭遇。现场顿时一片哗然，直到院长高喊了一声，才稳住局面。 In your hand? This is the receipt of that sale. As you can see, it is signed by Fernand Mondego. Count Moshe, is that your signature? 面对这个铁证，费南德顿时变得脸色煞白，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恶行。自此真相大白，费南德当场被剥夺了爵位与军衔，并赶出了参议院。等待他的将是国王的最终审判。此刻，亚伯特也终于明白，原来基督山伯爵一开始接近自己就怀着不纯的目的，可费南德却没有丝毫的悔改之意。怒斥追上来的亚伯特，是他把基督山伯爵带进了他们的生活，甚至要他去干掉对方。心怀愧疚的亚伯特当天晚上就怒气冲冲地找到基督山伯爵，扬言要与他决斗。埃德蒙念及他是苔丝的儿子，本不想迎战，可亚伯特却在众目睽睽之下拿手套当众扇他的脸面。面对如此羞辱，埃德蒙捡起地上手套，答应了他的决斗。 Consider the challenge accepted. You choose the place and the weapon. Pistols. Tomorrow at dawn. The western edge of Lycian Forest.